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8之2或8.2哈，叫 Basic RNN 的 Learning Algorithm。好，我们就说来了解一下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在哪里哈。好，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 two equivalent models of RNN 有2个等价的模式哈。这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哈，在前一节讲过，这个是画图画成这样子哈。那这个模式他们叫什么呢？它叫 recurrent mode。就是说它是一个 recurrent mode， 那这个是什么扩展的 mode，expand 的一个 mode 哈，就把那个 expand 比较顺啊，因为 expensive 哈，这个贵的 expensive 哈，这2个发音是接近的嘿。好，那这2个 model 你可以看到哈，这2个 model 很简单，这个 model 是特别强调什么 ？This model can reveal 可以展现出什么呢 ？Recurrence phenomena which emphasize repeating computing， 它是 repeating 的 computing 的那个。一个感觉哈，就是说重复计算的感觉。那这个你看英文的我写的差不多一样它就怎么样？这个是computing step， 是强调它的 step 所以我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这边就是说强调它是 computing， 它是给你一个步骤因为人的脑袋瓜想法还是在步骤的过程里头那针对这个步骤呢，我们看我怎么样去解构我的那个演算法。好，所以首先呢你看 based on the expand 的 model RNN 呢 can be represented as several layer， 它就变成好多个 layer。那前面这一直咕咕咕咕，我们现在就把它到底你要 expand 几层在你的思考模式、你的那个设计模式里面就 depends on 你把它扩展几层所以这个 RNN can be 什么 represented as 可以被看成是很多层的一个 neural 结构那 which follow 的什么 time sequence 都 give 的什么 layer structure， 就说取决于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你看到look 几个那个时间顺序的话，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好，那再来的话，那 we 怎么样？那 we can apply 的 BP 就说因为它有很多层的话，你要改它的 weight 目前我们的方法就是这种用 backpropagation 的一个演算法，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用 BP 的演算法怎么样 to modify the weights 的 weights那 therefore 呢 two computing model are 什么concern to computing model concern forward propagation and backward propagation， 就是说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往前算的模式跟怎么样，跟往这个 back 的一个模式这2个模式呢就会出现所以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原则上为了要增加它的一个复杂度，为增加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内涵，我们就只能这样干了好，再来的话呢，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去完成这个forward computing 那很明显的这个我们看看传统的一开始 initial state t 等于0，那这个 u 你看我们的 uwv 的话怎么样呢 ？can be assigned which is some random variables。一开始我可以给它一个随机的这个值在里头，这样那因为它复杂化，它也可以做成是矩阵这样好，那 S0 的话 is initial state as 0， 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是0，也可以那这样 input data x1 这个我们的 x1 在这里有没有？这个你可以看 input 它因为我被我 expand 成3层的嘛，那其实它是画 loop 的时候只有一个结构而已这样所以 x1 into 这个 RNN system 先开始，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继续算，所以这个 step 1好，刚刚是initial 等于0 t 等于1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计算。所以我们开始计算这个 S1 就开始计算 S1 进来了，对不对 ？S1 的值这时候是透过 S0， 所以它有 S0 跟 W 跟 S0 的计算，在 U 跟怎么 X1 计算很复杂，再给一个 F 的值好，那这个 F 的值呢这个又有一个 output， 所以我们这等于说这里 S1 的值是要经过某一个函数 F 的一个变换，然后呢这个 O1 的变化等于说怎么样 V 乘上 S1， 就是 S1 透过这个矩阵得到这个地方，但是中间要给它之前的话，还是类似一个 transfer function 或 activation function。所以这里的话 ，fx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transfer， 或者是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of 什么 hidden layer。所以 its output is s1 which will be 什么 propagate to the next mode。所以它准备要给另外的一个 model 来用就是说下一层的那个位置来用这样好，
没问题的。那同样道理，这个 G 的话 can be considered as 什么？另外的一个 transfer for activation function of the output layer. So its output is 这个 O1 output 1 which is 什么 part of the output. 所以我们最后的 output 是这样一排，你观察3个 time clock 就是你的整个 total 的一个 output， 看到5个，那5个就是你 total 的 output 这样嘿。所以好像很麻烦，确实是有点小麻烦。你有没有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平台有点小麻烦哈。好，没关系。好，那最后的话都有一些这个 model 人家都训练好我们直接用的，所以继续往后算。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算到 DK 层，这 DK 层有没有 ？DK 层嘿，所以假设我观察1、2、3到观察到 S 个，到 K 个，那这个 output 就有 K 个就有 K 个这样一个状况哈。所以如此类推，有没有看到？这个那如此类推，你就可以观察到 O1、O2 到 OK。所以 after the consecutive 的 computing, we can obtain and 什么 output sequence，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output sequence， 这样如此的一个 output sequence， 这个好像还不错。所以这整个的数学模式整个都出来了，那出来的话，那这个变成就非常的有趣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继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output， 那这个 output 很好玩，就是说在 RNN 里面的话，这个具有怎么样 possesses the memory capability where SK 就等于 F input data at the time K 加 previous state SK 加 K 减1有没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是一直在不断的 loop。所以我就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它的那个 loop 的一个感觉这样。那这样各位就晓得原来 RNN 跟我们前面的 CNN 的差别就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这样嘿。好，那这样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看 T 等于 K 的时候 we can analyze。所以这个时候就说，当我观察1、2、3到 K 到第 K 的时候 stop。把这整个的全面的 O1、O2 到 OK 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分析怎样的 learning performance， 因为 eventually 你要决定说这个整个结构里面的 weight 要怎么改，整个结构里面怎么去调教，那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方法来观察我们的 learning performance。所以 for instance OK 那 OK 就等于这个 softmax VSK 所以例如因为一般这个 softmax 常常会被用所以 it corresponding to desired output is DK。DK，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 output， 所以的 total loss 就是说整个的loss can be formulated as follows。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怎么样，从第一个 output， 第一个 output， 因为这个变我们的 physical output 跟我 desire， 第二个 output 跟我的 desire， 到最后的第 k 个跟我的第 k 个的 desire， 就形成这个数学公式，所以这就形成为一个 total 的 loss。所以这个叫 total loss。total loss， 我们看到 total loss 整个的一个 loss。那这样的话，这里面的话 F1 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 cross entropy 那这里我没有定义的很清楚，那各位可以再去 check 一下。那 cross entropy 就跟我们一样，就是越接近的话，越接近就是说它那个值等于越接近于0的话，就是表示这个 desired output 跟 physical output 是接近的，就表示我们的 training 是 OK 的。那 EI is loss at 什么？就是等于是就是那个 error 就对了在T 等于 I， 那 OI is 什么的 physical output at T 等于 I，DI is 什么 desired output at TI 等于 I 那这个前面的观念都有了，只是它变成这种 recurrent， 就相关的符号看起来就有点小复杂有没有？那但是你静下心来看，这些 idea 我们在我们前面都已经学过了学过，只是让系统更 powerful， 系统更具有这个设计的那个弹性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看看 backpropagation。所以这一块就是说，我们翻开文献非常的复杂那如果要按照前面的那个 backpropagation 的方法来看的话，大概还要在2节课也都讲不完所以我大概只能够概念上讲一下就好了所以 we can copy the idea of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to design RNN learning algorithm。因为前面我已经帮你前一个 page 已经讲完了什么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function。那既然有 performance function， 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设计它的 backpropagation那当然数学模式太麻烦了，所以 computer 的 error from each layer each output layer 的 ET 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所以 compute each corresponding weight matrix to obtain the gradient。哇，这个当然我就随便 copy 一下了把那个讲义里面把那精华写出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lgorithm。algorithm 那这个符号我就不再细解释了这个看起来有点小可怕但是这些 gradient 我们都学过了所以原则上就是找这些演算法
模仿前面演算法，那一个一个去调。你看我这里等于是在那个时间 dt+10的时候去调那个 v dt+10去调这 u dt+10是去调什么？调 w。好，那这个中间所有的过程里面，这个所有过程里面要细到把它那个符号全部导出来的话，这个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这个几乎是，但是这些文献你很容易都可以找到有些人就专门写了几十个 page 你可以细细的一个 page 一个 page 慢慢看，那把那个很细的数学公式慢慢怎么把它推导一遍这样那当然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过说在我们这种简介的课程里面，我大概点出这些重点。那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呢，你再去找这些相关的文献，再继续这个往 Go Deep 的这个方向去study 这样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按照前面的那个 sensitivity 的观念，有没有一层一层的往前改？有没有一层一层往前改？到这里等它改的时候，可以往这边改，到这边就往这边改，那到这里就往这边改。这个它有它的一个具体的演算法这样所以 then we can apply the gradient descent to 什么 update each weight。那我刚刚讲细节的数学真的是会让你会看了会觉得倒抽一口冷气这样好，但是有兴趣的同学还是有了所以 the detailed derivation 这个详细的 derivation will not be discussed in this lecture。就是说在细节的推导，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再详细说明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完整的一个结构它的完整结构那关键还是让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章的那些深度这样所以我们整个来看都可以那同学一定会问我说，那老师我们这边不清楚怎么办？所以后面的话因为还蛮不错，尤其这几年来应该大概在10年前吧，2006年以后不是有10几年前的时候，就大量人家写的演算法，包括有一些研究生那时候的博士班的研究生都自己开放他开发的东西就变成就是一直拿对外的这个 announce， 那后来就变成是大家去追寻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很多都把它放成是 open source， 就变追寻我们这个去把它继续 programming 的那个设计下去那到了现在最近几年，包括 Microsoft 这个 IBM 种种，他们也有很多的好东西那包括现在最多就是那个 Google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会兜模组所以我们在第9章会兜一些模组给你们看兜了完以后，它就会启动它的那个学习引擎那里面怎么留的部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黑箱去留这样所以各位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就是到时候我们懂了这个观念那我们去兜我们的引擎，那引擎兜完以后的话，里面的那些很细的那个数学模组的话，就让它演算法里面的那些模组自己去算。那你只要懂得这一些 loss function 是怎么样的一个给定那 performance 怎么看怎么看的话，那大概就可以评估说这个你兜出来的这个模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有模组里面不够好的话，我是不是还要再修改人家的那个旧模组，就是说去兜它这样那细节里面的那些数学公式，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演算法，因为它也不让你拆开所以那个模组都是变成是一个 package但是也很好啦，我们就可以专心去做我们的应用问题的设计把我们的应用问题把它调教好所以这等于是说 RNN 具有这样的一个还蛮好的能量这样好，所以这一节呢我就没有花很多力量去分析数学了我就很快把它的那个整个结构跟我们前面的 propagation 前面的 steep descent 那些观念把它拉在一起，那让同学晓得说原来它还是同样的核心理论那只是太复杂，我们就不要再去摸它了当然还是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再去 study 这样那原则上我这一节就是把整个结构的演算法跟各位讲清楚了那希望同学们呢能够以后就用它来呼叫很多的类似 TensorFlow 的这些软体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OK。